恩威并施是叶晨一向的用人之道。这件事，万破军主观上没有直接错误，但作为万龙殿的实际领导者，让万龙殿陷入如此困境，无论如何都是他的失职。自己虽然不会因此将他撤职，但也一定要敲打他，让他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否则，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万龙殿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像黑水公司一次失误就会导致满盘皆输，而此时的黑水公司高层已经嗅到了危机，谁都能看得出伯纳德·埃尔诺这次是爆大招了。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他已经呈现不败之姿，势如破竹，一杀到底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些人给美利坚政府当了这么多年黑手套，美利坚政府行事是什么风格，他们再清楚不过了。当看到伯纳德·埃尔诺火力全开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完了。于是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将所有通讯渠道全部关闭，然后又不约而同地纷纷从家出发，去往最近的海关。他们要赌一个时间窗口，赌白宫制定计划需要时间，下发命令需要时间， FBI 执行需要时间。只要能抢到这个窗口期，他们就能顺利出境，飞到一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地方，隐姓埋名重新开始。一旦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他们必将被推到聚光灯下，等待他们的将是最严厉的法律惩罚。鉴于这件事的恶劣影响力，他们有可能被判处极刑。这件事的第一责任人很可能因为战争罪以及恐怖主义相关罪行被判处死刑，而其他人恐怕也难逃终身监禁，并且终生不得假释，最终老死在监狱里。只是他们虽然很了解美利坚政府的运作模式，但他们对大统领的行事风格了解不多。大统领与以往的职业政客不同，他本是商人出身。商人从政虽然有不少弊端，但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行事极其果断，绝不拖泥带水。职业政客行事之前会瞻前顾后，考虑这考虑那，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会真正迈出去。这样的好处是出错的几率较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商人在商场摸爬滚打，最怕的就是耽误挣钱，知道哪里有钱赚，哪怕是才拉到一半，也会赶紧提起裤子就冲。所以大统领在决定放弃黑水的那一刻，就立刻将命令传达下去，生怕有任何变故。此时在 FBI 的系统内，黑水公司所有高层人员全都上了内部逮捕的名单。一旦上了这个名单，所有海关系统都将第一时间同步。这也就意味着名单上的人无论在美利坚的任何一个海关办理出境，海关都会收到提示，立刻将其控制起来。而且这套系统不只是匹配了名单人物的信息，还匹配了名单人物的生物体征，包括但不限于名单人物的指纹特征以及面部特征，甚至有些留过 DNA 信息的也会将 DNA 信息调出。由于出境的时候都必须要接受人脸识别拍照，搭配 AI 来识别伪装，在目标人物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通过海关，也会因为面部识别被匹配到信息，从而引发报警。这种情况下，除了偷渡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办法能离开美利坚。而黑水公司的高管都以为还有机会，于是他们各自带着自己其他身份的护照信息，匆忙前往最近的国际机场，预定了最早一班离开美利坚的航班。只要他们能出去，哪怕只是到了墨西哥，都能立刻换别的身份再逃往下一个国家。只可惜这些人抵达机场之后，无一例外全在过海关的时候被 FBI 抓了个现行。紧接着美利坚政府便对外公布，要在当天下午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他们透露发布会的内容是关于黑水公司和白马岛恐怖袭击事件，但具体什么情况，媒体记者一无所知。伯纳德·埃尔诺已经知道自己赢惨了，美利坚政府一定会在自己强大的压迫力下对黑水公司严惩不贷，而自己不但能向叶晨邀功，还能开启美利坚市场利润换积分的美好事业。随后
他立刻给叶晨打了一通电话。此时的叶晨已经回到家中，家人舟车劳顿，也都已经安睡。接到伯纳德·埃尔诺打来的电话，他来到1楼空置的房间，接通了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伯纳德·埃尔诺忍不住激动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美利坚政府让那些媒体疯狂抹黑我，刚刚我已经公开宣布跟他们彻底决裂了。”叶晨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笑呵呵地说道：“你跟他们决裂，这是你个人的决定，我尊重你的个人决定，你也不需要向我请示和汇报。”卧槽！伯纳德·埃尔诺心里咯噔一下，紧张的暗忖：叶晨难道是准备不认账吗？如果他把我退出美利坚市场的行为归类为我个人决定，不在他的命令之内，那是不是就不给我积分了？要是这样的话，我岂不是完犊子了？他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举着手机的胳膊都开始控制不住的猛烈颤抖。他强压内心的恐惧，试探性地问：叶先生，当时我在发布会上，没办法直接跟您请示，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宣布退出了美利坚市场，不知道您这边还能不能给我算点积分？说完这话，他心里紧张至极，生怕叶晨来一句不行。电话那头的叶晨却是微微一笑，开口说：“你现在的声望如日中天，全世界都把你看作是最正义的富豪。这一次不但把你以前的黑料都洗得一干二净，甚至还把你的名气打到了制高点。更重要的是，据我的推测，就算你关停了整个美利坚的市场，接下来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也会不降反增，美利坚市场也会外溢到周边加拿大或者是整个欧洲，所以你应该也不会因为这个决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损失，甚至还会迎来一波新高。加上你在白马岛的时候就已经声名远播，加上这一次的美利坚之行，你可谓是名利大丰收了。”叶晨虽然已经在心里默许了伯纳德·埃尔诺卡鲍克的行为，但是叶晨必须要让他知道，自己已经看穿了他心里打的算盘，先让他明白这一点，再对他的行为表示认可，才能让他知道自己对他的网开一面。如果自己不表露出这一点，他很可能会以为他的自作聪明成功糊弄到了自己，以为自己没有看穿他的动机，看穿他，戳穿他，让他最大限度地紧张起来，再给他一道赦免，他绝对不敢再有任何侥幸心理，不敢跟自己玩小聪明，而且会对自己更加感激，更加敬畏。这就是老祖宗常说的先抑后扬，而且自己还要点明自己给他带来的一切，白马岛的惊世之功，美利坚的慷慨激昂，这都是自己给他创造的机会和舞台。没有自己，他如何收获现如今这通天的声望？这种声望可不是他用钱就能买来的，谁也不可能买到这种功劳。叶晨虽然没有伯纳德·埃尔诺那狡诈至极的商业头脑和手段，但是他对人心的掌控要比这个70多岁的老头子还要深刻得多，所以他必须要死死地拿捏住他。此时伯纳德·埃尔诺确实慌到了极点，本以为自己这一手可以卡住叶晨的 bug， 甚至让叶晨跟其他人一样都被自己的正义凛然所唬住，但没想到叶晨一眼就看穿了所有本质，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当众扒光了一样，羞耻、紧张又害怕，于是他只能苦笑道：“不好意思啊，叶先生，我不是有意要跟您耍心机，只是当时我的心里实在太气愤了，所以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我心里对您是充满感激的，您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把白马岛那么大的功劳让给了我，又让我在美利坚闻名全世界。我心里对您的感激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说到这里，他颤抖地说：“至于利润的事情，您说的对，以您赋予我的声望来看，就算我关停了美利坚市场，集团的整体收入也一定会实现增长。我没脸要求您给我计算积分。”此刻的伯纳德·埃尔诺已经放弃了从叶晨这里积分的想法，他心里也十分明白，叶晨说的没错，叶晨已经给了自己太多，自己这时候还甜着脸要积分，说给谁听？
谁都会觉得不合适。可是，如果这次积不上分，那自己目前也就捐给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2亿美金能够入账，距离回春丹还差498亿经验值，遥遥无期。就在他内心一片落寞的时候，叶晨淡淡道：“不过这次你事情办得很漂亮，这么运作一番，黑水公司就算彻底完蛋了，万隆店也能迎来更大的利好以及发展机遇。所以我可以破例给你在美国市场的损失计算积分，但是下次如果你未经请示就先斩后奏，我绝对不会给你破例了。”伯纳德·埃尔诺顿时惊喜无比，感觉大脑一片空白，眩晕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他激动到颤抖地问：“叶先生，您此话当真？”叶晨淡然道：“我什么时候出尔反尔过？”伯纳德·埃尔诺狂喜地说：“您没有，您从来没有。谢谢您，叶先生，谢谢您。”说完，他立刻表态：“叶先生，为了帮助万隆店进一步提升实力，我个人愿向万隆店捐赠10，哦不，是20亿美金。”